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提出解救世界的办法，那就是手语。大家都有看到记者会上手译员的翩翩风采吗？你知道手语其实是一种语言，它也有分台语、英语跟美语吗？甚至手语一开始根本不是听力困难者在使用的。手语的好处多多，除了可以在病毒高峰期让大家维持基本沟通，还有很多时候手语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大家现在都戴口罩哦，遮住嘴巴，让听力困难者的理解更吃力了。其实有一种透明口罩，不只能让听觉困难者更容易沟通，还可以应用在许多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哦。顺便我会教给大家一些超实用的手语来拯救世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嘿嘿，你今天听见了吗？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Hearing Action， 我是听力公主 Grace 鬼斯。在这个频道里，我会给大家带来超实用的听力相关主题以及最新的听力相关科技，所以不管是听觉困难朋友或是一般听力的朋友，都可以赶快订阅哦。好的，今天有3个主题哦 ，Let's go。第一，别再乱叫了。聋人和听觉困难者是需要更多支持的少数族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尽量不用听觉障碍、聋哑人士、听损人士这些名词来称呼听觉困难者。虽然这是大家普遍习惯的用语，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听觉困难者他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的。障碍这个字造成一种负面的感受，我们可以用受限或困难这种比较中性的词汇。聋哑人士则是有点来自以前的社会认为聋人就是不能沟通的刻板印象，但其实他们只是使用不同的语言。那听力损失这个词，我们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是没问题的，但是当我们用在称呼时，希望是以人来作为出发点，讲听损人士有一点隐含不足的感觉。所以一般有听觉问题但还是以听说为主的朋友，大家可以用听觉困难者来称呼。那一般自我认同以聋人文化为主的朋友，聋这个字代表他们的群体哦，它其实是一个正向的词汇，可以直接称呼他们为聋人。我们可能以为听觉困难者在这个社会里是少数，想象一下，每天你可能都会看到很多用轮椅的人，对不对？你知道听力困难者是他们的6倍多吗？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创造一个听力无障碍空间。听觉困难者在早期真的很可怜，因为没有足够的社会和科技支持，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教育，也没有办法得到他们应有的发展。一开始手语的起源其实不是为了聋人而发明的。早期修道院的修行有很多的场合必须噤声，就是不可以讲话。所以早在10世纪开始，为了可以在无声的环境中沟通，修道院便发展出一种用手沟通的方式。但是在古希腊到中世纪，社会对聋人的不了解，以为他们智能有问题，甚至有些地方不允许他们受洗跟结婚。一直到16世纪，才有西班牙贵族的小孩接受手语教育，这才慢慢破除了大家以为聋人没办法学习的天大误会。现在很多国家的聋人都有自己的系统、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文化，加上语音辨识科技的精确度越来越高，他们可以利用打字来说话，然后别人讲话也可以转换成文字，加强与听人之间的沟通。尤其是这20年来，听力科技的发展，对于现今听觉障碍者来说，不管是先天或后天，绝大部分都已经可以发展听觉。有蛮多人很可惜的已经不学习手语了。第二，手语可以拯救世界。口罩其实带给听觉困难者更多障碍，就像一开始说到的，手语不是聋人的专利哦。很多时候手语都超好用的，比如说你去潜水啊，是有一些基本的手势，但是你就不能边看鱼边聊天欸。我每次潜水都很怨叹我的手语不够流利，或是像电影演的，有会被声音吸引而来的僵尸或者是什么外星生物，你就可以不讲话用手语来逃过一劫。又或者是你有没有给我生病喉咙坏掉没办法讲话的经验？这个时候会一点手语真的是超方便的。可以，不可以，谢谢，对不起，什么？再一次。好，现在让你猜猜我在说什么。
可以在下面留言哦。所以说，如果全世界都会手语，我们就不怕聊天聊得口沫横飞，造成飞沫传染了。只要记得不要碰脸，然后勤洗手，使用公筷母匙，手语救世界推广起来。有兴趣的可以到下面说明栏看哪里学习手语哦。好的，这是一个很棒的理想，但现实学个手语基础也要好几个月，所以大家现在还是要把口罩戴好戴满。但口罩的使用其实带给听觉困难者非常多的困扰，因为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不只是说话的语言，它也不只是手的语言，同时也是一个脸的语言。一般在打手语时，只有余光是在看手的，主要看的其实是脸。脸部的表情会赋予手语不同的语气，就像讲话的不同声调一样。还有就是一部分的听觉困难者，在跟一般听人沟通时，其实是很需要读唇的辅助，来帮助理解一般的对话。那口罩就变成一个大障碍啊！那现在这个非常时期，又不能请大家把口罩拿下来。其实国外有公司生产这种透明的医疗口罩。我今天很幸运的感谢华科基金会的永耀听力师的赞助，拿到了一个透明医疗口罩。它戴上去就是这样子的。嗨，看得到我的嘴巴吗？这样讲话就小声一点哦。这种透明的医疗口罩，它不只可以让听觉困难者沟通更顺利，也可以让常年需要使用口罩的一些免疫力缺乏患者，能够跟周遭的人有更多情感的交流。除此之外啊，也可能可以减少一些小朋友的恐惧哦。我不知道会不会戴这个看起来可能更可怕，其实。但是呢，通常如果可以看得到家长或者是医生的表情啊，其实是可以让小朋友更安心的。第三，除了手语，你还可以怎么跟听觉困难者沟通呢？在上周的影片里有提到，我们耳朵里的声音接收器叫做毛细胞，它们排列在一个螺旋状的骨头里，叫做耳蜗。如果我们把它拉直，它很像一个钢琴哦，每个按键就代表一个注音符号。很多听觉困难者都是高音细胞比较弱。如此一来，他们就可能比较听不到鸡七西、吱呲嘶、吱吱嘶、咯咯呵这种子音。比如说葡萄，如果呢今天你戴着口罩，它就会变成无熬。那这时候有透明口罩的话，他们就能有多一点线索，或者是依照前后的对话来推测出你讲的是葡萄了哦。对于大部分戴了助听科技的朋友来说啊，科技的辅助就能特别依照他的听力程度放大不同的声音。但有些人呢，如果细胞真的是没了，或是真的很差，那就算戴了助听科技，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帮助他了解你在说什么。这里有一些小秘诀，可以让你讲话更好听哦。第一，先引起对方的注意，你可以拍拍他，但不要这样在人家面前挥吼。第二，面对面近距离的交谈。第三，保持目光的接触。第四，站在光线好的地方，不要挡住你的嘴巴，让对方可以看到你的口型。第五，说话速度比平时慢一点，但也不要过慢。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大声一点，但不需要用喊的。第七，可以多一点身体语言，或是找一个更安静的地方。那如果对方没有听懂，不要一直重复一样的话，你可以试着重新措辞来表达你的意思。最后，当然也可以使用手机或者是直接写字，把你要说的话写出来哦。嘿嘿嘿，你今天听见喽？现在你知道聋人跟听觉困难者的文化以及挑战。随着时代的进步，希望我们的世界会越来越多元丰富。有看到这边就可以帮我按个赞，有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FB 跟 IG。听力公主每周都会更新，我们下周见。